日本背刺西方，拒绝制裁俄罗斯，拜登面对不老实的日本该怎么办呢？大家好，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日本最近可以说是很不老实，首先就是颁布了所谓的安保3条约，表面上是在加强防御力量，实则是在推进军事能力的扩大，让本来只有防御能力的自卫队具有打击朝鲜和中国的能力。可以说岸田正在明目张胆地推进日本走军事化道路，军国主义可能又要出现了。不仅如此，最近日本首相开启了他的欧洲行，第一站就是法国与马克龙进行会晤。根据当地记者报道，双方交换了关于目前俄乌局势的意见，并且岸田文雄表示，日本会紧跟 G7 和美国的步伐，支持乌克兰的泽连斯基政府，并且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可以看到，岸田文雄似乎还和以前一样，做好西方社会的跟屁虫，他们做什么，日本就做什么。但是俄罗斯副外长安德烈马上在同一天的采访中爆出，日本早就背刺西方世界了。岸田政府已经向莫斯科妥协，暂停对俄罗斯进行制裁。根据采访的内容，日本由于自身的能源安全和现实生活，迫使日本违背制裁俄罗斯的规定，与俄罗斯展开合作。岸田政府正在让日本企业继续参与俄罗斯的天然气和原油的项目。很显然，这次日本非常少见的背刺了美国及其一众的西方国家，当然其中的原因也十分明显。正如俄罗斯外长所说，岸田政府被现实生活所迫。这里的现实生活指的就是日本目前面临的2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就是日本的能源安全问题很大。首先，日本地方小，人很多，本国产的能源完全不够用，并且在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国内反核电情绪高涨，导致日本不能继续建造新的核电站，所以俄罗斯的能源就变成不能舍弃的东西。所以日本为了民众的日常生活而拒绝对俄罗斯进行制裁是可以理解的。其次就是现在岸田政府的支持率太低，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目前岸田政府的支持率只有20%几，和最高的50%多，将近差了1倍。所以为了挽回自己的支持率，岸田也要在日本经济上下功夫。要知道，欧洲由于对俄制裁，许多欧洲企业都离开了本土，逃往美国。日本肯定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所以继续让日本企业参与俄罗斯项目也是情有可原。但是对于美国来说，这不是一个好消息。显然，日本已经逐渐开始脱离美国的掌控。当然，这和美国自己在全世界的威慑力下降也有关系。但是日本如果真的完全脱离美国的掌控的话，这对美国甚至全世界是一件好事吗？日本的核技术完全能够制造出核武器，到那个时候，我认为日本对世界带来的威胁可能不亚于朝鲜。所以说，这对于拜登来说确实是一个难题。美国现在确实需要日本在亚太地区来制衡中国和俄罗斯，但是一旦让日本放开手脚，日本又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所以处理好日本确实是美国目前的首要问题。